我叫苏北望，1年前穿越到了修仙世界，觉醒了弟子培养系统。只要弟子修为提升，我就能获得100倍返还。不过觉醒条件是当上宗门长老。切，开玩笑，我一个杂灵跟凡人，怎么可能当上宗门长老？我是长青宗宗主宋秋月，半个月前获得了一个宗门衰败系统。只要衰败值提升，我就能获得各种奖励。但是需要绑定一个首席长老来经营宗门，系统才会觉醒。绑定之后还不能更换。唉，可是这段时间来的人都是高人呢。什么时候才能来个废物长老？不才参见宗主。苏公子，你的情况我们基本清楚了。苏北望，废品杂灵根，家境贫寒，养猪出身，贫苦生活养成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。从小体弱多病，医官断言你活不过20岁，而今你已经19岁了。命运多舛，造就了我钢铁般的意志。你是不是在调侃我长青宗？我是真心仰慕贵宗。什么？根骨差还没有修为的凡人？这不就是我最需要的人才吗？你这天赋最多当个杂役。我看谁敢让你当杂役！看吧，宗主觉得你连做杂役的资格都没有。老天玩我这样的条件怎么可能当得上长老？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长青宗的长老了，而且还是首席长老。我？没错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钢铁般的意志，我需要这样的人才，请你一定要加入我们的宗门。为了觉醒系统，我真是脸都不要了。我说的那些胡话，他都相信了。宗主，他只是一个凡人，来当我们宗门长老。谁说凡人不能做长老了？我们长青宗就要开这个先例。可是他之前是养猪的，能养好猪就能培养好弟子，大道至简，不懂吗？小垃圾，为了收下你，我连这种违心的话都说出来了。你可一定要物超所值啊！让一个凡人做长老，传出去岂不是让其他宗门笑掉大牙？宗主这是怎么了？再这么折腾，宗门迟早要完。以后你就是长青宗的首席长老了，宗门上下全都交托给你。完了，长青宗以后完了。恭喜宿主成为长青宗首席长老，弟子培育系统激活成功。还真觉醒了。既然宗主信任，我必定竭尽全力回报宗门。好说好说，以后宗门崛起全靠你了。苏长老，我的飞升也拜托你了。宗门能撑过1个月，我算你厉害。恭喜宿主已经绑定宗门长老，宗门衰败系统激活成功。目前宗门衰败程度40%，宗门彻底衰败时，宿主将会白日飞升。宗主放心，从今以后我一定让宗门成为天下最强，耶稣也挡不住我说的。今天开始，长青宗衰败定了，玉皇大帝也救不了了，我说的。宗主，前面都是已经通过天赋测试的弟子，今年是个丰收年，有天赋的弟子不少。苏长老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丰收年？哼，这怎么行？新弟子资质越来越高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！小垃圾，你快想想办法！检测到附近有剑圣之资的弟子，请宿主尽快收徒。剑圣之资？我去，运气这么好！宗主，我看此人有剑圣之资，不如让他拜我为师吧。苏长老看错了吧？那些是没通过测试的弟子，你说他有剑圣之资？不，我绝不会看错，最好能做宗门大弟子，全力扶持。哈，一个瞎子也配宗门全力扶持？我没听错吧？
开什么玩笑！我一个上品灵根都当不上宗门大师兄，被一个废物瞎子当上了。宗主，我弹劾苏长老，放着这么多天赋异禀的弟子不收，非要收一个废物为徒，浪费宗门资源。把天才培养成天才谁都会，把没天赋的弟子培养成才，才叫本事。这才是我长青宗要做的事情。给没有天赋的弟子成才的机会吗？也是，若非没有这样不拘一格的宗主，我一介凡人怎能成为长老？又怎么会有机会觉醒系统？即使世人都嘲笑您的志向，我也会将它实现。老天呐，收一个瞎子为徒，还要大力扶持，还得是你呀，我的小傻瓜！我连想都不敢想啊！宗门有你，我就放心多了。日后你就是宗门的大弟子了。能做师尊的弟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大弟子的位置，师尊还是让给其他师兄弟为好。你没听到刚刚宗主说的吗？宗主愿意给你机会，难道还要如此自怨自艾？你这弟子倒是比你拎得清。唉，这孩子有些自卑，想必一路走来受过不少冷嘲热讽。罢了，先做弟子也行。不，就做大弟子。陆青，难道你不相信你师父的眼光，不相信本宗的理念？不做大弟子怎么浪费资源呢？你这小瞎子，可千万不能在关键时刻退缩呀！其他宗门看到我是个瞎子，连山门都不让进。没想到师尊和宗主非但没有在意，还打算让我做大弟子。此后我这条命就是长青宗的，若为此事，天地共诛。恭喜宿主成功收徒，弟子培养计划已经生成。陆青剑道天才，先天剑胎道体，未觉醒，极品灵根破损。第一步，用灵石修补灵根，数量1万。怪不得测验不通过，原来灵根破损了。宗主，我需要一些灵石，不多，1万块就行。1万块？你要那么多灵石干什么？当然是修炼用的，不是说了吗？这种天骄要大力支持。宗门的灵石都是有份额的，怎么可能拿出？雪柔，将宝库钥匙给大长老，一切由大长老自行做主。干得漂亮，我的小傻瓜！1万灵石给一个废物用这么多资源，就是敌对宗门派来的卧底都不敢这么干吧？我故意找茬，倒不如你灵机一动啊！宗主，这些灵石是用来培养入门弟子的，要不然1个月后的仙盟大比，咱们连能参加的弟子都没有。机会来了，只要能拿下仙盟大比，想必大家就对我没有意见了吧？宗主，时间紧迫，不如先集中资源培养一人，只要夺得大比第一，如今付出的资源比起仙盟给的奖励，无非9牛1毛。大比第一？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我长青宗只是2流宗门，我们弟子和那些圣地天骄如何相比？而且谁能得第一？你该不会说的是你的弟子陆青吧？陈长老跟我讲一块儿去了。想个屁的一块儿啊！用宗门所有资源去培养一个废物，这种事儿也就你能干得出来。陈长老，息怒。这个意见听起来不错。什么？这么明目张胆的拿宗门资源打水漂，你好歹收敛点呀，大哥！我都担心自己保不住你了。大比第一这种牛你也敢吹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圆了。这宗门连培养咱们的灵石都拿不出来，那留下来还有什么用？既然他们愿意培养一个废物瞎子，那就让他们培养好了。宗门衰败值50%，奖励9天玄草1份。圆，必须圆！今天你把大天说破，我也跟你圆谎。这才几天时间，就增加了10%的衰败值。大长老的想法挺不错的，既然参加大比，那就要有勇夺第一的气势，让所有人看看，我长青宗就是有本事，将没天赋的弟子培养成年轻一辈第一人。大长老，仙盟大比就交给你了。宗主，第一，你怎么也如此自信？不愧是宗主，我就知道他这样的人绝对会支持我。宗主尽管放心，一切有我。宗主也疯了，全宗之力培养一个瞎子，他连宗门测试都没过。好，等大比过后，我看你们怎么办。师尊，
咱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好徒弟，知道你为何无法通过宗门测试吗？因为弟子天赋太差。错，你只不过是灵根破损了而已。现在为师为你修复灵根。修复灵根，多谢师尊。系统开始修复灵根，灵石数量满足，修复开始。弟子拜谢师尊，再造之恩。弟子修为提升至筑基初期100倍返还中，宿主修为提升至金丹后期。1年，你知道我这1年是怎么过的吗？每天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自己澡都不洗，还要给猪洗澡。如今我终于不是凡人啦！不错，距离大比只剩下不到1个月了，你要好好修炼，不要辜负为师对你的厚望。弟子明白，一定勤于修炼，报答师尊和宗门栽培之恩。好了，安心修炼就是，灵石管够。陈长老，这不对啊，怎么少了一半？啊，我们都少了一半。宗门现在资源紧张，大家暂时委屈一下。肯定又是大长老把宝库的灵石拿给那个瞎子了，凭什么用咱们的灵石去培养一个废物？没错，咱们现在就去找宗主要个说法。宗主，这不公平，凭什么把我们的灵石给陆清那个废物？没错，您要是不给我们个说法，我们今天就要退出宗门。什么？还有这种好事？宗主，这不公平！宗主，大长老太肆意妄为了，现在引起了众怒，应该逐出宗门。开什么玩笑！把大长老赶走了，宗门还怎么衰败？我还怎么飞升成仙？各位长老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仙盟大比。等到我徒儿夺得第1，到时他所消耗的资源定会100倍、1000倍的还给宗门。此后，各位弟子的月俸也会双倍补偿。夺第1？哼，大长老这是在骗鬼吗？瞎子能得第1，大长老的意思是说，我连这个废物都比不上吗？不光是你，还有在座的各位，与陆清的天赋相比，差的不是一星半点。老天呐，你拱我还真是有一套啊！小嘴跟淬了毒似的。既然大长老这么看重这个瞎子，那敢不敢让他跟我比试一场？此事不妥。没问题，陆清，你就陪这位师兄切磋一下。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？这要是输了，以后还怎么明目张胆的浪费宗门资源？今天你要是输了，连带你那个凡人师尊一起给我磕头认错。哼，受死吧！侮辱我无所谓，若是侮辱恩师，我不会再念同门之情。相同境界，一息制敌。都说了我徒弟有剑圣之姿，这下你们相信了吧？啊，这还真让他给蒙着了。打败我能说明什么？你一个人独占了那么多资源，就是一头猪应该变强了。对，吓我一跳。小瞎子毕竟消耗了大半个宝库的资源，有资源也该叠上来了啊！差点还以为他真有剑圣之姿。仙盟大比金丹元婴修士比比皆是，你这实力恐怕连1轮都撑不过去。既然你们已经输了，以后灵石的事就不要再提。连灵石都没有，那我们还待在宗门有什么用？没错，咱们退出宗门以后，又不是没地方去了。走，宗主，您这是在纵容大长老胡作非为。宗主，若是再这样一意孤行的话，长青宗迟早有完。宗门衰败值达到70%，奖励无垢莲心1朵。全走了才好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白日飞升了。主要是没什么事，就先退下吧。本宗主有些累了。刚才那弟子说的不错，如今陆清想要在仙盟大比上夺魁还差得远，是时候进行下一步的培养计划了。剑圣培养计划下一步，用9天玄草和无垢莲心加速陆清先天剑胎的觉醒。剑胎觉醒后，可号令天下万剑。
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连听都没听过，去哪能找到呀？已检测到宋秋月身上有9天玄草和无垢莲心。这不巧了吗？你怎么还不走？宗主，陆青眼下还需要9天玄草和无垢莲心2种灵药辅助修炼，还请宗主割爱赐下灵药。你说什么？你胡说！我没有。那个，我之前给诸葛草，对于灵药的气味比较熟悉，我已经从宗主身上闻到了他们的气味。这个家伙鼻子比狗都灵，老娘刚拿到，还没捂热呢，你就来要，我是不是给你脸啦？这2株灵药我有。宗主，眼下当务之急可是仙盟大比。啊，师尊，我还有好多灵药没用呢，您不必为我。为了你能在仙盟大比一举夺魁，让宗门大放光彩，区2株灵药，宗主怎会舍不得？什么灵药啊？这可是传说中的神药，一片叶子都能够买你俩的命了。真是把老娘当冤大头了。宗主给我，就算仙盟大比输了，我能突破化神境，宗门依旧不会解散。宗主，这2株灵药可是宝贝，你千万不能便宜了这一对废物师徒。只要您把无垢莲心给我，我保证让咱们长青宗更上一层楼。更上一层楼？个屁呀！看来这2株神药是保不住了。诸位，我思来想去，如今仙盟大比将近，若是想争取第一的话，还得靠陆青，就先给他吧。我就是把神药给小瞎子浪费掉，也不能让你们得逞。宗主大恩大德，弟子没齿难忘。看吧，我就说宗主怎么会在乎这一点东西呢？你清高，拿我的仙药给别人，让你败坏宗门，没让你来搜刮我的东西呀！等我飞升之后，一定好好教训你！开什么玩笑！居然将此等神药赐给一个废物，简直闻所未闻！哼，有如此会用的宗主，这宗门不带也罢。恭喜宿主宗门衰败值达到90%，奖励仙气清平剑。一言为定，双喜临门。完了，彻底完了！偌大的长青宗只剩下咱们几个了。无妨，等仙盟大比过后，一切都会回来的。我看是仙盟大比以后，一切都没了吧？说的没错，仙盟大比过后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当然会好起来，90%了。我看仙盟大比过后，我就飞升喽。等我飞升以后，惹老娘的家伙都等死吧！这下完了，他们怎么比上届的那些人看起来还要厉害？要是第1轮都没撑过去，长青宗肯定要被仙盟解散的。陈长老不要担心，陆青现在的实力对付他们没什么问题。仙盟大比现在开始，第1场长青宗对阵云水宗。宋宗主，你真是个人才！要不是你把有天赋的弟子都给赶走了，我云水宗怎会得到如此多潜力弟子？不如宋佛、宋道熙直接将宗门并入我宗如何呀？周宗主说笑了，输赢还未可知。可恶，阴阳老娘！等老娘飞升之后，第1个就送你归西。哎呀，长青宗人都凑不够了，只剩那1个人，而且还是个瞎子。喂，那个瞎子，只要你跪下磕上100个头，我们还可以让你输得痛快点儿。会不会是宗主跟这个大长老有一腿，才为了他俩把其他人都赶走了？你们胡说些什么？无妨，随便他们说什么吧。嘿，我和苏北望有一腿。好，好，好，等我飞升，你们一个个都逃不掉。大比开始。小瞎子，现在跪地求饶太晚了吧？宗门衰败值99%。干得漂亮，小瞎子，还没开始打就跪地求饶，哈哈，不愧是你啊，恐怕连仙盟都看不下去了吧？啊，说不定立马就让我们长青宗解散。哈哈，
老娘今天就要飞升，打你们所有人的脸！今日过去，长青宗可以除名了。二弟，你好好看看，这是要来了，先天剑胎要觉醒了！装神弄鬼！剑来！一剑把所有人都秒了。本座宣布，长青宗陆青为本次大比第1名。宗主，陆青是魁首，第1名，我们长青宗大兴在即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一定是在做梦。一个瞎子怎么可能夺冠呢？一个瞎子怎么可能是剑圣？我要飞升！我要飞升！我要飞升！宗主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？以现在陆青的名声，到时候来我长青宗拜师的弟子将会络绎不绝，仙盟的奖励更是不计其数，我们有望晋级一流宗门了。雪柔，胜不骄败不馁，不愧是宗主，喜怒不形于色，是我失态了。雪柔，下去笑。是。这以后怎么办呢？剑圣为招牌，仙盟扶持，这怎么输啊？到底谁在输啊？我们还是我们，竟然输给一个瞎子，花费无数资源让你去圣地进修，你那场我连裁判都收买了，你还输给一个瞎子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怎么才能赢？师尊息怒，我甚至掐断了长青宗的灵脉，他们竟然还能捡到这样的弟子，长青宗就这么难杀？哎呦，宋宗主，他都听到了。宋宗主不要误会，我的意思是，长青宗的灵气稀薄，不可能培养出来这样的弟子。不必解释。完了，他这是要报复我。怪不得我长青宗的弟子最近都修行缓慢，原来是你这家伙搞的鬼。干得很好啊，继续努力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行，还是得尽快想办法吞并长青宗。天前圣子想要宋秋月的寒灵之体，若是拖下去惹恼圣子，我可就完了。衰败值正在下降80%、70%。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谁家随便找一个小瞎子就是剑圣，都怪狗贼苏北望。童子哥，接下来该怎么培养剑圣啊？请宿主自行培养。自行培养？我一个现代人，我懂什么剑道？要是有个能教陆青剑术的就好了。弟子夺冠，我怎么看宋宗主和苏长老一点也不高兴啊？这才是真正的大才，胜不骄，败不馁，名师之风啊！宋宗主，老夫乃天剑老祖，想收陆青做关门弟子，继承我的衣钵。贵宗想要任何东西作为补偿，天剑圣地都能满足。能送走陆青，贵人来了。啊！天剑老祖能教剑术，童子哥，如果陆青去往别的宗门提升修为，还能给我返还吗？只要弟子还认可宿主为师，提升修为皆会100倍返还。贵人啊！陆青刚刚夺魁，你们天剑圣地就想以大欺小，抢夺弟子？唉，陈长老，来者是客，怎说话如此难听？苏长老，你疯了！他要抢你弟子啊！那也是前辈一片好心，你怎可如此无礼？您真是好眼光。宗主，你看苏长老，人家都要来抢弟子了，竟然还如此谄媚，你快说说他。我觉得苏长老说的有道理。对，苏长老就是吃里扒外。宗主，你说什么？人家天剑老祖是前辈，能看上咱们的弟子是好事。雪柔，你有些太过失礼了。人家都抢上门了，我失礼？我觉得陆青的确更适合天剑圣地。什么？宗主圣明，的确，剑宗能给陆青最好的培养。苏长老果然深明大义，我还担心你不愿送出。为了弟子前程，有何不愿意？反倒是宗主能让出弟子，让我敬佩。不，苏长老深明大义，我还担心苏北望不愿意，毕竟系统绑定可是不能换人的。他要是撂挑子不干了，那就完犊子了。没想到是个大傻子，这样优秀的弟子都能送出。不，宗主让人敬佩。
我还担心宗主不会同意，没想到如此顺利。这跟刚刚孵化准备赚钱的项目被人抢走有什么区别？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傻钱多，以后我更不能欺负傻子了。我一定是在做梦，一定是剑圣弟子竟然要送走。老夫提出如此厚颜无耻的要求，已经做好被羞辱的准备，没想到长青宗的二位竟是如此大气。二位在上，受老夫一拜。大家都是为了弟子好，您言重了。对，只要陆清能好，我们又算得了什么？宗主，苏长老，你们确定没拿错剧本？这是你们台词吗？哎，雪柔，私心太重可不好，马上就要飞升了。雪柔，你别捣乱。宗主言之有理，陈长老，做人不能这么自私。有人帮我培养弟子，我坐等100倍返还。陈长老怎么总等人发财？我私心重，你们这和送极品灵石矿有什么区别？当真如此无私？我对长青宗除了敬佩还是敬佩。长青宗还真是出了2个大傻子，送走这样的宝贝弟子，你们还拿什么跟我斗？等到宗门被吞并，宋秋月你就乖乖去做天前圣子的吧。我回去以后就让圣地拿出1半的修炼资源送到贵宗，全当是老夫的一番心意。完了，圣地的1半资源，原来这才是宋秋月的计划，用弟子换资源。宋秋月，你果然是心机深沉之辈。圣地1半资源，什么玩意儿？我送你弟子，你就要害我，门儿都没有。我长青宗不是卖弟子，也不会用任何弟子交换，所以1块灵石也不要。没错，务必把所有资源用在培养陆清身上。资源有个屁用，我又不能修炼，陆清抓紧升级那才是正道。弟子白给，啥都不要。我错了，错的离谱。原来宋秋月真是大傻子。这就是贵宗的气度，不要任何回报。对，您若是想报答，就请帮我们宗主还有苏长老请个神医看看脑子。长青宗上下感激不尽。陆清，你这是……刚刚宗主还有师尊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师尊和宗主之恩，陆清永生难忘，弟子喜事，一辈子都是长青宗的弟子。若为此事，天诛地灭。弟子陆清心悦诚服，激活隐藏奖励，宿主获得剑圣之资。隐藏奖励，果然好人好报。剑圣之资，我也是剑圣了。2位放心，老夫一定倾尽宗门的所有资源，将他培养成为当世第1剑圣。好男儿莫要哭，日后一定要勤于修炼，不愧于心，方不负宗门栽培。你努力修炼，为师早日成仙。弟子定不辜负师尊厚望。没想到世上居然有这样的宗门，不追求名利，把弟子的前途放在第1位。我听说宋宗主还说过，长青宗要把所有没天赋的弟子培养成才。哪里，我当时只不过是随口一说罢了，当不得真。我想加入长青宗，求宗主给我等一个机会。来个蛋！我长青宗衰败在即，谁也不许来。宗主不必谦虚，若非如此，我一介凡人如何当得了剑圣老师，当得了长青宗长老？各位，欢迎加入我长青宗！都来，人多了才有资质高的弟子，100倍返还启动。如今竟然还有这种舍己为人的宗门，该不会是欺世盗名，以此谋取仙盟资源，中饱私囊是小，若是有什么阴谋，那便是人族大害。哼，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。若是欺世盗名之徒，莫要怪老夫心狠手辣。这2个人虽然是傻子，但是如今长青宗声望正盛，贸然出手，怕是要举世为敌呀。哎，周宗主，我可以帮你吞并长青宗。我们可以说，陆清是我培养出来的，宋秋月和苏北望2人欺世盗名，排挤真正的人才。
真不愧是天剑圣地，刚去7天，我那好徒儿就又突破了100倍返还，我也到了化神期。恭喜宿主弟子达到金丹期，修为100倍返还，宿主到达化神期。爽！这样下去最多3年，我直接飞升。检测到仙人之姿弟子，请宿主尽快收徒。仙人之姿，老宝贝儿，我来了！听说了吗？长青宗可是出了一个剑圣弟子。正因如此，我才来的。聚集如此多仙盟弟子，他们2人要是真是欺世盗名之徒，那造成的危害简直难以想象。若真有问题，那老夫不能留情。难不成他看出了我的身份？我的乖徒儿想死为师了，有你在，为师决定明年飞升。你要收我为徒，明年飞升，这是说决定就决定的吗？当然，你有仙人之姿。可我只是一个老乞丐。你没看到吗？我长青宗有教无类，贵宗宗主也真的愿意让我一个乞丐加入宗门？我们宗主人傻钱多。不，有教无类。你尽管放心，我这就带你去见他。恭喜宗主，贺喜宗主！如今来我长青宗拜师的弟子近万，宗门一片欣欣向荣，看来宗门就要大兴了。好不容易把陆青送走，结果还是来了这么多人拜师。宗门别说破败，马上都要晋升了。宗主，好消息，我发现了一个天才，就是他，一位有着仙人之姿的绝世天骄。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老乞丐吗？吹得有点太离谱了。该不会是当初跟你一块喂猪的过来投奔你了吧？陈长老，我说过很多次，当初整个村子的猪都是我一个人喂的，根本没帮手。什么？一个宗门的首席长老居然是喂猪的，简直胡闹！苏长老，宗门有你，我踏实多了。宗主，这位老人家真的有仙人之姿。当然看得出来。苏长老能看上老朽，真是让老朽祖坟冒青烟。长青宗如今声名远扬，要是首席长老收了个老乞丐当徒弟，简直是丢脸。陈长老放心，他一定会震惊整个修仙界。不管他成不成，反正我都能成。迟则3年，晚则5年，我一定飞升。啊，这么半天就收一个吗？这能浪费多少资源啊？一个就一个，2胜于5。看你们宗主不耐烦的样子，估计都准备把老夫赶出去了吧？看来一切都是你们伪装的罢了。我看我还是不给苏长老添麻烦了。不许走！只要你同意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长青宗的首席弟子了。没错，我不允许你自暴自弃，耽误我飞升。呸！耽误你自己的前程。我首席大弟子，一个老乞丐，签字画押都可以。真的吗？没错，我们宗主一言九鼎。可惜表面功夫谁都会，以老夫的修为，一眼就能看穿你真正的心中所想。爹，亲爹，千万别走！要你不走，别说当弟子了，当我爹都行。宗门都成啥样了？没有你败坏资源，我可怎么活呀？这怎么可能？在他的心里看不到一丝厌恶，反而看到了如同对待父亲般的尊敬。我要看看苏北望怎么想。只要不走，咱俩以后各论各的。我叫你爹，你叫我师傅，至少让我帮你激活仙人之姿再走呀，再让我升级一把。也是尊我如同尊父，我是不是进入了什么邪教了？哎，管他什么邪教，反正今天就这么定了，谁都不许反悔。宗主所言极是，快，谢过宗主。是，那就多谢宗主。这宗门当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其他暂且不论，要是你们没有真本事，这长青宗依旧是误人子弟。宿主收徒成功，老乞丐仙人之姿根骨受损，第一步培养计划，修复根骨。 Yes， 老乞丐你跑不掉了，乖乖让我激活你的体质，然后100倍返还给我吧。
既然拜师，告诉为师你叫什么吧。老朽陈清风。清风啊，为师已经看出你根骨受损，资源足够还是可以恢复的。这么说的话，岂不是仙盟送过来的那些资源都可以浪费了？根骨受损这事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难不成他真是高人？接下来我说的，你可要记好了：天山雪莲、七叶灵芝、九华神露。完了，看来宗门的资源又保不住了。露馅了吧？让弟子准备宝物，说是帮弟子修复根骨，可实际上这些东西都被你们中饱私囊，竟然连老乞丐都不放过。今日老夫就好好教训教训你们。好了，差不多就这些，等会儿去宝库拿吧。什么？这些东西不用我自己准备？你一个老乞丐，哪有这么多宝物？可是用这么多宝物培养乞丐，宗主他不会生气吗？这点资源又能算得了什么？宗主是冤大头，这点资源他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绝不可能！老夫活了这么多年，就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。这些资源我帮苏长老带来了，一样3份，够不够？3份？这些都是给我的。哎呀，不必吃惊，我长青宗培养人才向来不考虑这些。哼，这次我必不能输。这个老头都多大岁数了？这要是能成才，我当场就吃。如此海量的资源说给就给，我就知道我前世积德才遇到宋秋月这样的冤大头。好在我不欺负傻子。放心，今天你说话支持我，我明天还给你一个仙人弟子。是老夫错了，宗门长老慧眼识珠，因材施教，宗主大气十足，视资源为粪土，怪不得他们能够培养出剑圣弟子。那我就收下了。早该如此。唉，不过一直拿人家的宝物，我也不好意思。有没有什么机会好好报答报答呢？宗门衰败值已下降到1%。明明我已经很努力的败家了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？要是天上掉下来个陨石，直接毁了长青宗就好了。哼，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弟子被长青宗蛊惑。走了狗屎运，出了个剑圣弟子，不然谁会知道长青宗这个破烂宗门？哼，长青宗不欢迎你们2个，赶紧离开！真是好拙劣的反派，但是机会来了。我们宗主虽然是个冤大头，但也容不得他们欺负。这不是我的可爱小反派吗？谁说不欢迎？来，让我看看你准备了什么败坏宗门的好主意。陆长老这么着急的赶我走，难不成是心虚？危言耸听，我们长青宗向来光明磊落，心虚什么？我才是剑圣陆清真正的师尊，是宋秋月把这个功劳给了他的凡人姘头苏北汪，你们都被宋秋月给骗了。哦，厉害呀！论无耻，还得是你们啊！不会吧？陆清师兄居然是他培养出来的？我早就看宗主跟苏长老不对劲，苏长老一个凡人，怎么可能培养出剑圣？荒谬！此人当初脱离长青宗，就是不满苏长老收了陆清当弟子，现在还有脸在这抢功劳。长青宗欺世盗名，诸位都可入我云水宗修炼。不错，我揪出剑圣陆清的长老，将亲自教导你们。贵人呀，你们2个还真是雪中送炭，来的正是时候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就说苏长老只是个凡人，不可能培养出来剑圣弟子。输给了长青宗后，居然想到用这种方式来报复。要不是我已经清楚苏北望的本事，说不定也被他们骗到了。不知道这2位会怎么应对呢？随他们说吧，这样的争辩毫无意义。清者自清，如果有人不问青红皂白，相信外人的话，门就在那里，我绝不强留。
别解释，千万别解释，让他们两个慢慢表演就行。这样也好，与其让那些心智不坚定的弟子浪费资源，不如都给我的弟子。等到弟子一飞冲天，一切都回来了。苏长老所言极是。你们说谁？那个老乞丐还一飞冲天？我可以给大家保证，今日拜入我云水宗的弟子，每人发2倍的修炼资源。这是真的吗？不但能加入一流宗门，还有2倍资源。那我也要走。宗主，弟子们都要走了。无妨，既然他们想去云水宗，那就随他们去吧。宗门衰败度20%。走得好呀！果然是老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这样的人岂会是沽名钓誉之徒？宋秋月，我已经将这件事传遍了整个修仙界，你们长青宗以后都别想翻身了。当初要是听我的，把苏北望赶走，不就没这些事了吗？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宗门衰败度40%。好，干得漂亮啊，王长老！这么坏，你早说啊，我不就不把你踢出宗门了吗？宗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听说？不好，陆青难道要为宗门证明？陆青，不必理会外界的一些传言，我和你师尊都相安无事，不必担忧。果然，宗主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在乎虚名。剑宗给了我这么多资源，根本就用不完，还是拿出来一部分给长青宗的师弟师妹们吧。还好我快速挂断，不然又让你这小子坏我的好事。刚才不是陆青师兄吗？传音怎么被突然中断了？肯定是因为他怕陆青师兄说出真相，所以才把传音给中断的。等等，我好像知道宗主的打算了。宗主的打算？他知道我要败坏宗门了。宗主是想吞并云水宗。什么？这是从何说起呢？别装了，宗主，我都看出来了。你不让陆青解释，就是势敌已弱。接下来，你是不是想和云水宗用宗门打赌，然后一举吞并？苏长老，我真是佩服你的脑子。我们是2流宗门，云水宗可是1流宗门，你怎么觉得我们能赢呢？你看，宗主都被你吓傻了。难道不是吗？宗主相信我培养弟子的手段，随便培养就能赢过云水宗。吞并之后，不但能报恩，我还能好好看看云水宗有没有什么宝贝弟子。到时候再收几个资质过人的，100倍返还修为，直接起飞。天才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只要输了之后，长青宗并入，直接破败，我原地飞升。苏北王，还得是你呀！这种败家方式，我一辈子都想不出来。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比咱们想象的还要顺利。刚才陆青突然传音过来，我还以为咱们要露馅了。也许他们跟陆青之间确实有些猫腻，正好被咱们给戳中了，所以现在才不敢解释的。那我再加一把火，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连陆青都没有否认。一个2流小宗门，怎么可能培养出剑圣？对，陆青巴不得与他们切割，怎么会替他们解释？我劝你们也要早些弃暗投明。我看王长老说的没错，长青宗就是想要利用陆青师兄，实在是太可恶了。陆青师兄估计也是因为忍受不了长青宗的做法才离开的。宗主，快想想办法吧！再这样下去，长青宗就要被云水宗给吞并了。对，苏长老说的对。对什么？苏长老说的对啊。什么？我就知道宗主一定能理解我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云水宗欺我太甚。安静，宗主有话说。宗主请。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长青宗不如云水宗，那不如咱们立个赌约，1个月之后双方弟子比试，输了的宗门就解散，并入对方宗门。我没听错吧？要跟我们云水宗立赌约，这是自己送上门了。真是狗急跳墙了。宋秋月果然是个大傻子，你我击掌为誓，绝不可反悔。当然，我绝不反悔。
那就1个月后见。宗主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云水宗可是一流宗门，咱们长青宗才是2流。我自有安排。苏长老说的对，只要咱们吞并了云水宗，就能跻身一流门派。宗主放心，老乞丐这次耗费的资源，我一定从云水宗的宝库里100倍、1000倍的拿回来。苏长老，我真是佩服你的自信。拿回来？呵呵，你不会以为自己真的能赢吧？哼，要是我们这种破烂宗门能赢水云宗，我当场吃。只是缺个弟子上场比试，让老乞丐去肯定赢，但这么大年龄，容易让人说三道四，赢得不干不脆，面子挂不住。既然苏长老都这么说了，那此事就拜托给你了。放心，这次我会帮你的。哦，宗主帮我选弟子？当然，一方苏北望那个小傻子运气爆棚，再给我找个剑圣。这次我要亲自出马找个弟子让他培养，杜绝一切赢的可能。木灵芝、千年虫草、月华露。罪过罪过，太奢侈了！这么多灵药居然拿来泡澡用，我竟然怀疑他们是不是贪图仙盟资源，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！唉，3天了，宗主欠我的弟子还没到，新收的弟子却是没有天赋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就是我为你精挑细选的新弟子，跟水云宗的比试就让他代表长青宗去。弟子李晶晶拜见师尊。发现丹圣之资弟子，收徒成功。这个是我特意找的弟子，他祖上18代都是凡人，那片村落更是上千年都没有出过一个修士，可以说跟修仙8竿子都打不着关系。哼，我就不信你还能将他培养成才。李晶晶，丹圣之资，天赋尚未激活。第1步培养计划，药材养气。通过炼制名贵丹药练手，炼制1000次便可激发天赋，觉醒丹圣之资。注：天赋觉醒前，炼丹成功率接近为0，请宿主谨慎培养。这小丫头居然是传说中的丹圣之资，宗主的眼光竟然如此毒辣，出去一趟随手一挑就带回来个丹圣之资的弟子，我还一直在心里叫你冤大头，真是我的错。你叫我什么？没什么，宗主放心，有晶晶在，必是万无一失。这个是真正的丹圣之资，而且还是个小姑娘，更容易对我全心全意信服。到时候再拿隐藏奖励，我就丹剑双修了。圣丹没想到居然被你看出来了。不愧是苏长老啊！哼，要不是这小女孩是我亲手挑选，我差点就信了。唉，只是培养丹修，资源消耗太大，我担心。我就怕你不开口。圣丹之资，就要用最好的药材练手。我就知道，宗主从来不让人失望。宗主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让宗门多一位丹圣。等到我飞升成仙，我绝对不会忘记宗主你对我的栽培。好，一切都拜托苏长老了，好好败家。世上还有什么比炼丹更耗费资源的吗？等我飞升成仙，我不会忘了你为我做的一切的。果然呀，成功率为0，果然不是盖的。还要有这样人傻钱多的宗主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培养。师傅，我又失败了，浪费了这么多灵药，到现在一颗丹药都没有炼出来，辜负了您的期望。唉，这丫头根本没有炼药天赋，甚至还不如普通人。但苏长老也奇怪，一直用名贵药品让她练，明明用些便宜药练手才是正途。没关系，慢慢来就好，师尊相信你。真的吗，师尊？可是我浪费了这么多资源，宗主他肯定会怪罪的。怎么可能？宗主可不是因为一些资源就怪罪弟子的人。啊！我根果的损伤真的恢复了。
看吧，你师兄之前只是个乞丐，也能踏入仙途，你也不要气馁，坚持下去，总会成功的。弟子明白了。弟子根骨损伤已经完全恢复，宿主获得100倍返还，突破合体境。仅仅是根骨恢复返还的修为，就让我踏入了合体境，这老头究竟是什么修为？你这是？老夫本以为此生不会再有清剑，如今没想到还能恢复根骨，问鼎仙道。再造之恩无以为报，愿拜先生为师，侍奉先生左右。你我不早就是师徒了吗？弟子心悦诚服，激活最终奖励，获得仙人之姿，融合剑圣之姿，宿主如今资质剑仙之姿。我靠，我发了，我成剑仙了，那不直接无敌了？要不直接打上云水宗算了。我这边没问题，就是不知道宗主能不能顶住压力。压力？哼，你们竟然敢给我压力，还知道谁是宗主吗？宗主，苏长老这是故意浪费宗门资源。还有那个老乞丐，宗门的灵药都快被他给吃完了，那我们用什么？宗主，逼我选择一个单修上场。现在很多弟子都说苏长老也想加入云水宗，故意要输给云水宗的。我们要相信苏长老，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。宗主，不必再说，我相信苏长老，也相信晶晶。晶晶还是孩子，谁要是把这些话传到晶晶耳朵里，给晶晶压力，你们自行离开。现在老乞丐和李晶晶就是我的福星，谁敢影响他们，老娘跟你们拼命！晶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晶晶，看到了吧？宗主就是如此相信你，从未怀疑，你不可再轻易放弃。弟子绝不再自怨自艾。弟子心悦诚服，激活最终奖励，获得丹圣之姿，融合剑仙之姿，宿主如今资质药剑仙。果然呀，还是小孩子更单纯些。苏长老来得正好，距离赌约只有半个月了，大陆从未出过丹圣，不知道苏长老作何打算？雪柔，晶晶是我找给苏长老的，有什么话对我说。多谢宗主信任，如果晶晶不能成为丹圣，我自请离开宗门。这怎么能行？没了你我还怎么飞升？宗门还怎么崛起啊？宗主，我无意怪罪，只是这段时间宗门大半的资源都被苏长老消耗一空，长此以往，我担心剩下的弟子都离开了。无妨，我长青宗向来不强迫任何人，他们随时都能够离开。走得好啊，全走完我直接飞升。我们都是为了宗门考虑，说不定苏长老和云水宗已经勾结在一起了，早就背叛了长青宗。对呀，苏长老的弟子就是想在比试中故意输给云水宗。宗主，您到现在居然还相信一个叛徒？不许你们这么说，师尊，他才不是叛徒。你们要说就说我好了，资源都是我浪费的。晶晶不必解释，清者自清，宗门又没有差他们资源，无非是看别人得到的太多，嫉妒而已。谁若是再说苏长老一句，就自己离开长青宗。很好，接下来只需要等长青宗并入云水宗，我就能够飞升喽。既然宗主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不如直接离开。既然如此，我也走。完了，好不容易重新建起的长青宗，眨眼的功夫又要散了。宗主放心，半个月后，我肯定会让长青宗成为一流宗门。我相信半个月后，我直接飞升。宗门衰败值提升到90%，奖励凤凰神火。还有惊喜！这是传说中的凤凰神火，据说连天上的仙人也能灼伤。没想到此等宝物居然在一个二流宗门的宗主身上。检测到凤凰神火，提前进行下一步培养计划，炼化凤凰神火。不是吧？这么巧？不对，难不成这凤凰神火就是宗主特意给这小丫头准备的？
宗主大恩。什么大恩？上次陆清突破用的是您的神药，我没能帮宗主留下陆清，已是对不起宗主。没想到宗主依旧为晶晶准备神火，有您这样的宗主，真乃这些弟子之福。宗主，您竟然为我准备这么重要的东西？不是吧，寒冷？你知道什么是神火吗？还有这种东西你能用得明白吗？神火，除了真正的丹圣之姿大道清火，不然对寻常人来说还不如寻常火焰。我浪费如此多的资源，没想到宗主仍旧如此支持我只能当牛做马来报答。你们苏北王，你个狗贼，带着个小姑娘又来道德绑架老娘，等老娘飞升一定好好对付你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能驾驭凤凰神火，至少也得是化神之上的大佬，除非真是传说中丹圣之姿，才能一出生就可以驾驭神火。哼，回头小丫头用的，还不是得还给我？正如苏长老所言，你们拿去吧。宗主，我一定会让长青宗在比试上赢过云水宗。世尊，宗主，你们放心，一定会拼尽全力赢下云水宗的。无需多言，我相信你们。哼，你们不会真以为自己能赢水云宗吧？开什么玩笑！你们两个现在要做的事情啊，就是看看脑子，然后等着本宗主白日飞升，大显神威才对。这还怎么输？告诉我还怎么输？小丫头再升级，我这不直接飞升了？修仙3个月，我原地飞升，谁能比？师尊，我终于炼制出一颗丹药了。不错，第100炉居然炼制出了9转还阳丹，这要是给宗主的话，他一定会特别开心。宗主是不是开心坏了？这确实是小丫头炼制出来的。我开心个老喽！这5品丹药是那个小丫头炼的？哦，她真有丹圣之姿。晶晶，你看，宗主都开心的说不出话来。都是宗主培养的好，不然我炼不出这样的丹药。对，一定是在骗我。是不是担心这1个月来一直浪费资源会被我怪罪，所以买了个丹药来糊弄我？一定是这样。果然，宗主对于小丫头的天赋知晓得一清二楚，所以才对她能炼制出高阶丹药的表现波澜不惊。看来宗主没我想的那么傻。宋宗主，你们长青宗就打算派个筑基期的丹修出战吗？看来你们是准备把长青宗拱手相让啊！老夫还听说他这1个月以来连1颗丹药都没有炼制出来，这样的废物拿什么跟云水宗的天骄比？咱们的信息云水宗都知道的一清二楚，肯定是苏北望这个叛徒泄露出去的。那这还怎么打呀？不如直接投降算了。谁胜谁负，待会儿自有分晓。交给你了，晶晶。凤凰神火，居然是传说中的凤凰神火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们怎么会有此等神物？这不可能，他这么小的年纪，怎么可能掌控神火？除非这个小丫头是真正的丹圣之姿，300年来唯一的丹圣。原来是老夫看走眼了。这小丫头难不成真是丹圣之子？这不是您带回来的弟子吗？神火也是您给的，您难道不知道他的资质？宗主圣明！我给老娘死！生你个蛋呐！系统，你是不是搞我？苏北望那个狗贼随随便便说个瞎子是剑圣之姿，老娘随随便便找个小丫头是丹圣之姿。你
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都怕什么？就算他有凤凰神火，那又如何？不过是个筑基期的丹修罢了，难不成还能吃了你们？宗主说的不错，他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谁要是赢了他，谁日后就是老夫的亲传弟子。对呀，加油啊，云水宗弟子！区区神火算得了什么？你们一定要赢啊！宗主不必紧张，荆棘有神火在，莫说筑基，就算月亮级战斗打元婴也不在话下。打赢元婴？我才元婴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宗主说什么？我说肃静，好好看比赛。云水宗加油！云水宗加油！云水宗必胜！云水宗必胜！咱们居然赢了！没想到这凤凰神火如此恐怖，就连金丹修士都扛不住。幸好我当时没有离开长青宗。哎呀，云水宗怎么如此不争气？哼，就这还一流宗门，那个小丫头都打不过，枉费我一片苦心，让你们有吞并我们的机会。恭喜宗主，霸业已成。霸业？什么霸业？如今我长青宗便从2流宗门一举跃迁1流顶级宗门，只需沉淀一段时间，便可问鼎圣地。我去，忘了这茬了。融入云水宗，我长青宗真成1流宗门了。你们已经输了，愿赌服输。以后云水宗便是长青宗。快让我看看你们云水宗有什么天资弟子，我全都要。哼，输了又能如何？我可是合体境修士，今天我云水宗就要强行吞并你们长青宗，看你们又能怎样？你们违反赌约，现在还要强行吞并长青宗，难道就不怕仙盟惩罚吗？惩罚？这场比赛结果从来不重要，仙盟特使都已经被我们买通了。没错，无论输赢，你们长青宗都要就此除名了。以后这小丫头也是我们的弟子，而且我还要感谢你们，帮我培养出一个丹圣弟子。云水宗背后还有仙盟撑腰，咱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啊？没想到水云宗如此无耻！还是你们坏呀！你们要是老老实实认输，长青宗晋升1流，再加上这个丹圣小丫头，老娘还真不知道怎么能在有生之年败光长青宗。唉，仙盟之事不是我等能抗衡的。为了长青宗门人的安危，我愿意解散宗门。赶紧解散！老娘今天叫白日飞升！想要算个屁呀！飞升之后通通灭了。宗主为了我等安危，竟然没有丝毫犹豫，就放弃了经营多年的宗门。我们要为长青宗奋战到最后一刻。对，绝不妥协。你们这群大傻春，到底要干什么？要不要这么忠心啊？好啊，好啊！宗主一心一意为门下弟子，弟子为宗主舍生忘死。若是宗门都如此，我人族岂有不兴之理？我不能再继续隐藏身份了。一会儿打起来，保护好你师妹。打？师尊，可你是凡人呀！3个月来，我升级为合体级剑仙，总算有装逼机会了，都给我闪开！你们宗主不过元婴修为，尔等筑基的蝼蚁也敢送死？你们就算一起上又如何？对，千万不要送死！别呀，忍一忍，忍一忍，让我飞升对付他。而且，要是你们全战死了，我还怎么心安理得的飞升啊？周宗主，我长青宗愿意投降。哼，宋秋月，你还在收买人心，好手段！你不是喜欢收买人心吗？那现在给我跪下，我就饶他们一命。宗主不能跪，宗主不能跪。好，跪。周阳是吧？
老娘等着！宗主不能跪，若是世道如此黑暗，若是仙盟如此偏颇，那我便为宗主展开这方天地。苏北望是吧？区凡人，真是找死！宗主，此人交给我，我一定将他日夜折磨，把他带给我的耻辱千百倍的还他。你个傻小子，脑袋磕到了！一个凡人装你妈呢！这下傻了吧？我都保不住你了。那就请诸君看一看我到底什么修为，什么资质。这是元婴，不，化神合体，你是合体修士。诸君且看这一剑。剑，你手上根本没有剑，就算是合体修士也。手中无剑，心中有剑，则万物为剑。这是剑仙。收阳接剑。合体境大能。原来宗主早就看出来了。也是，想要瞒过您的眼睛，实在是太难了。怪不得宗主会让一个凡人当长老，原来是早就看出来苏长老在隐藏境界。看出来个屁呀！老娘招个杀猪的，到头来居然是个剑仙，这不是诈骗吗？老娘要报官！哼，就算你是合体修士又能如何？等仙盟特使来了，你们长青宗照样要并入我云水宗。宗门是要讲背景的，在强大的背景面前，实力又算得了什么？仙盟特使来了，就算苏长老再厉害，面对仙盟能有什么办法？人家最强的不是实力，而是背景。这下长青宗肯定完了。宗主莫怕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护着你。除了我，谁也不能欺负我家人傻钱多的宗主。怎么回事？特使大人明鉴，我云水宗今日赢了赌约，长青宗却耍赖不认，还将我给打成了这个样子，请大人为我等做主啊！你还要不要脸？明明是你们云水宗输了。哎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要乱讲。究竟是谁输了？特使大人清楚得很。说得不错，长青宗输了赌约，应当立即解散，并入云水宗。你这是在包庇云水宗，我们要去仙盟告你。有本事你就去呀，看看仙盟是会相信你，还是相信本使。你连仙盟的山门都进不了，还想告我们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仙盟大长老呢。你们算了，雪柔，我等不愿跟仙盟为敌，长青宗愿意并入云水宗。哎呀，真是仙盟的好特使啊，这么明目张胆的欺负人，真是太棒了。宗主，万万不可解散宗门，咱们好不容易将宗门发展起来，怎能因为他一句话就解散呢？要是长青宗解散了，我上哪去收弟子呀？其他那些宗门不能像宋秋月这样无条件的信任我。我意已决，宗主，我等愿与宗门共存亡。愿与宗门共存亡。我数到3，若长青宗还不解散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1、2、3。大人，您这是？小人不知大长老在此，还请大长老恕罪。哼，你好大的威风！仙盟的名声都是被你这种人给败坏了。大人，您没看错吧？这就是一个老乞丐，怎么可能是仙盟大长老啊？是啊，不可能吧？我在长青宗从来没听过呀！哼！长老饶命，我等知错了。我去，老乞丐竟然是仙盟大长老，难怪有仙人之子。这下好了，有仙盟大长老这块金字招牌，我不就可以网罗天下英才？飞升指日可待。没想到师兄居然是仙盟大长老，这下宗门有救了。老天呀，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？怎么路边的老乞丐都有这么恐怖的背景了？大长老，
您的修为恢复到渡劫境了。我的根骨已经修复，修为自然恢复如初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长青宗。这位是我的师尊，苏长老。好徒儿，快快请起！我真是鸿福齐天，随便收个老乞丐就是仙盟长老。仙盟大长老竟然是苏长老的徒弟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！仙盟大长老竟是我师兄，嘿，这以后看谁敢欺负我！幸亏当初我没有离开长青宗，这下撞大运了。长青宗居然还有这层关系，有仙盟大长老庇佑，那咱们岂不是完蛋了？怪不得宗主您对老乞丐礼遇有加，原来早就知道他的身份啊！我吗？宗主的眼光向来毒辣，若不是看穿大长老的身份，又怎么会把全宗门的资源都拿出来呢？原来这一切都在宋秋月的算计中，可恶！我们中计了，他就是故意的。等我们请出仙盟特使，再给予致命一击。师尊，宗主，这几个仙盟败类该怎么处置？按照赌约，云水宗现在要并入我们长青宗。云水宗的天才弟子，快到我的碗里来！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心机，简直太可怕了！咱们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宗门即将晋升一流，宿主是否选择晋升？晋升个屁呀！不行，我必须阻止这一切。我们错了，我们愿意并入。算了吧，给他们一点教训就好了。至于宗门并入的事，就不必了。啊，这不是坏我好事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宋秋月现在明明占据着优势，却要放过我们，不要云水宗并入，那只有一种可能，他想要我们的命。对，很有可能，他这是铁了心要弄死我俩呀！斩草除根，好深的心机。周宗主，如今之计，我俩只能求着他收下云水宗，再戴罪立功，方有一线生机。正有此意，我云水宗众人都愿意并入长青宗。宗主，看在我曾经为长青宗效力多年的份上，您就并了云水宗吧。啊，这俩货是不是被苏北望给打傻了？宗主，吞并云水宗，长青宗就能一跃成为一流宗门了。雪柔，就算不合并，我们长青宗靠自己也能够成为一流宗门。宗主，要不我们各退一步，宗门不用合并，只要让我去云水宗挑几个有天赋的弟子，您看如何？好歹让我喝口汤呀，不然之前不是白装逼了吗？这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明明是个剑仙，非说自己是喂猪的。哼，老娘现在看见你就来气！果然，他是打定主意，想别的法子折磨我们。太狠心了，睚眦必报。我当初是得了失心疯吗？干嘛招惹这个魔鬼？宗主真是心胸宽广，令人钦佩。不过师尊说的也有道理，这二人行为恶劣，若是不施加惩戒，恐怕……大长老说的对，做错事就应该得到惩罚。云水宗必须并入到长青宗。你俩还挺上道，看来之前人前显圣还是有用的。不是，我看你们俩长得浓眉大眼的，怎么也叛变了？说好的当我的小反派呢，一起演我呢？宗主不好开口，你来说吧。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我宣布，云水宗即日起并入长青宗。太好了，我们不用受折磨了。宗门已经晋升为一流宗门。太好了，咱们长青宗也算跻身一流宗门之列了。太好了，我以后收徒不愁了。毁灭吧！一流宗门可传承千年，我都不一定能活千年。再加上苏北望这狗贼是剑仙，还有仙盟大长老坐镇，这宗门还怎么败坏呀？检测到衰败难度增大，最终奖励提升，衰败值100%，直接成就仙王之境。什么？仙王？看来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考验。就算难如登天，我也要努力衰败宗门。已经过去3天了，肉阳他们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属下刚刚得到消息，云水宗因为赌约，
输给了长青宗，已经被吞并了。说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！一流宗门被一个二流宗门反杀，周阳他们是干什么吃的？圣子息怒，那两个废物呢？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来禀报？圣子，他们两个已经投靠长青宗了。属下联系了几次，他们却说……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圣子以后别联系了，害怕长青宗误会。我看他们两个是活腻了，敢背叛本圣子，立刻给他们传音，不滚回来的话，就等死吧。是，属下明白。圣子，眼下想搞垮长青宗，只会更加困难。长青宗的首席长老苏北望，可是仙盟大长老的师尊，还培养出好几个厉害的弟子。只要此人在，长青宗根本倒不了。您看，要不要解决了他？蠢蛋，为什么要解决掉他？这么优秀的人才，难道不应该拉拢吗？圣子，属下听说他有些油盐不进，估计很难拉拢。哈哈哈哈，没有拉拢不了的人，只是没找对方法。这回，本圣子亲自出马。圣子威武！宗主，如今宗门蒸蒸日上，成为圣地指日可待呀！这都是宗主领导有方，没有宗主的英明决策，就没有咱们宗门的辉煌。苏长老说笑了，拼命的衰败宗门，你们是拼命的填补啊！要不是你们，老娘早就飞升了，真是服了。本圣子已经到来，你们两个还不快滚来迎接！圣子来了，咱们怎么办？不理他，咱们现在有仙盟大长老撑腰，不比他这个圣子牌面大多了啊！就是，我可不想再被宗主算计了，他的心机手段实在是太可怕了。这两个该死的家伙竟不搭理，等本圣子拿下宋秋月之后，有你们好看的。苏北望，速来后山见我。啊！你们是谁？找我干什么？这位是天前圣地的天前圣子，你还不快行礼？哼，无妨，与本圣子在一起没那么多的规矩。本圣子对一个凡人礼贤下士，估计他心里都激动坏了，还不赶紧跪倒在本圣子的神威之下？什么圣子不圣子，有话直说，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回去了。大胆，你居然敢跟圣子这么说话！苏长老，我这次是为你而来，希望你能加入我天前圣地。长青宗给予你的，我愿意出双倍。想不到我也有人来挖了。据我所知，苏长老还是凡人吧？难道你就不想修仙法得长生吗？哦，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能让我成仙？哈哈哈，这是聚灵丹，凡人服下立马就能成为元婴修士。只要苏长老日后听从我的差遣，这枚神丹就是你的了。这是什么破烂丹药？我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比这好。就这点宝贝，还说自己是圣子呢？你该不会是假冒的吧？穷成这样的圣地，也好意思上门挖人？该死的凡人，居然看不起本圣子！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又能变强，又能给圣子当手下，还不赶紧答应？你别不识好歹，圣子这是抬举你，别人想给圣子当手下，还当不了呢。你们愿意给他当狗，不代表我也愿意。只要你愿意追随我，日后我还可以给你更多更好的资源。哼，不来点实际的，就只会画饼。这种圣地不去也罢。我前世当了一辈子牛马，见了那么多画饼的老板，第一次见你这么抠的。他这是拒绝本圣子了？好像是。见酒不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本圣子心狠手辣了。去死吧！本圣子先杀了你，再解决那两个废物。不愧是圣子，出手果然不同凡响。圣子这一掌的威力太大，他一个凡人定会粉身碎骨。打天了吗？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这可是你们先动手的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剑来！竟然一招就打败了圣子，他是什么怪物？放眼整个仙盟，连盟主都不敢说一招击退圣子，这等实力还是修仙者吗？你这圣子听着还挺唬人的，实力也太弱了，连我一剑都接不住，还好意思挖我？
他不是个凡人吗？怎么如此厉害？没错呀，圣子。周宗主之前说过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。哼，你们的消息太落后了。哎，我上个月确实还是个凡人。这不可能！1个月的时间，从凡人变成合体境修士，这种事情本世子闻所未闻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发现先天道体，请宿主尽快收徒。没想到这家伙居然还是先天道体，升级最快的体质。那要是100倍奉还，我岂不是得上天呀？想学吗？想学我可以教你。哼，就凭你，也想让本圣子拜你为师，痴心妄想！哼，想收我们圣子为徒，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？我们天前圣地，渡劫境的大能遍地都是，轮得到你一个合体境修士？丹圣小丫头炼制的这枚丹药，虽然不能让人羽化登仙，但用来收服你，绰绰有余。你给我吃了什么东西？放肆！你居然敢害我们圣子！我真是突破了！这丹药你还有吗？需要多少灵石？我买。只要你愿意拜我为师，像这样的丹药要多少有多少，我还可以帮你提升体质。弟子拜见师尊。等我借助你的资源提升实力，然后再把你狠狠地踩在脚下。等解决你们以后，我再迎娶宋秋月，获得寒灵体质，从此走向人生巅峰。检测到弟子对宿主充满恨意，打算提升实力后背刺宿主。好啊，有恨意当作动力，他肯定会疯狂升级，而不管他修为提升多少，我都能100倍返还。他越恨提升越快，我就越强，完美。好徒儿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师兄师姐。师傅，您先请。圣子这是被驯服了？不是说好的收服苏北望吗？怎么反被收服了？哎，这不是圣子吗？怎么也到这儿来了？难不成跟咱们一样投降了？不应该呀！按照他的性格，怎么可能轻易服输？你们2个废物，任务没有完成，居然还跑来给长青宗当狗，本圣子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。圣子，你不也是一样吗？你们有什么资格跟本圣子比？本圣子是有大计划的。圣子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想着对付他们，不然肯定会吃亏的。 2个废物，没有你们帮忙，本圣子自己也行。你们应该认识吧？他已经拜我为师了，日后大家都是长青宗的人。苏长老，我们跟他不怎么熟。没错没错，也就是认识而已。啊，不是，这长青宗有这么神吗？能把你们2个治得这么服服帖帖？无妨，都是一家人，大家一起把宗门变得更好。哼，等本圣子强大起来，就是你长青宗的末日。苏北望，到时候你一定会后悔的。你又来抢我的丹药，这已经是第10炉了，信不信我告诉师尊？师姐，莫怪，实在是你炼的丹药太好吃，我是忍不住，所以才抢的。这小丫头不愧是丹圣之子，炼制出来的丹药效果远超圣地。只要我解决了苏北望，这一切都是本圣子的了。你这种体质就应该用极寒之物慢慢调理，为师再帮你一把。倒是有些本事，可惜不能为我所用。等本圣子突破以后，第一个就要弄死你！本圣子终于突破合体了。弟子修为突破，100倍返还中。宿主突破渡劫境，这就是仇恨的力量吗？实在是太棒了！该死的苏北望，给本圣子滚出来！本圣子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！苏北望，你居然敢当本世子的师尊，真是找死！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本圣子可是合体境大能啊！啊！
了。为什么我都突破了，还是打不过你啊？我是不是对他的打击有点太大了？毕竟修炼这么久，发现跟目标还是差得这么远，确实会崩溃。为了激励他，我还得给点希望。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，你居然进步这么快，师尊差点都打不过你了。我是不是装的有点假了？感觉是个人都能看出来。嘿嘿，真的有效果了！我居然重伤了他，那岂不是再过一段时间，苏北望就不是我的对手了？师尊，你看你就爱较真儿。刚刚我明明跟你开玩笑呢，弟子平时最尊重您了，只是突破之后想找人练练手，这才还请师父不要怪罪啊！哼，给我等着，今天这仇我记下了，等我回去好好修炼，一定要收拾你一顿。好家伙，他还真信了。哦，真的吗？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帮我打1个月的洗脚水吧，可别说师尊没给你表现的机会。没问题，弟子最尊敬师尊了，打个洗脚水就算得了什么？弟子仇恨值上升，随时都有可能背刺宿主，请宿主小心。我愚蠢的徒弟呀，继续恨我吧，努力变强，说不定为师明年就能飞升了。我愚蠢的师尊啊，一点虚情假意都能让你相信，真是天真。等着吧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100倍偿还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苏北望收了一个弟子，1个月就到合体期了？老娘到现在都还是元婴，他弟子都合体期了。没错呀，宗主，刚才他们在宗门内交手，所有弟子都看到了，而且苏长老好像比之前更厉害了一些。不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宗主，怎么了？宗内强者多一些，很符合一流宗门的底蕴呢。那是多了一点吗？我一定要阻止苏北望，不能让他继续肆无忌惮的收徒下去了，不然我啥时候能完成系统任务晋升仙王啊？师尊，您洗脚。小钱呀，这些弟子之中就属你最孝顺。今晚上就加令，你对我的侮辱，我1000倍100倍还给你。哼，苏长老这是装都不装了，收了个天才弟子，洗脚水都让别人给自己端。哼，这日子过得比我这个当宗主的都滋润。宗主，听您这语气，似乎是对我有些不满。不，是你做的太好了，好的不得了。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要是我哪点做的不对，惹宗主不满了，还请宗主明示。他们这是闹矛盾了，那我岂不是能够趁虚而入？吵起来，最好是吵到分道扬镳。苏长老千万别生气啊，我刚才只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当真。我是准备让你升任我们青云宗的太上大长老呢。好险，差点没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这要是把他赶走了，系统也会自动脱离的。啊，宗主，我也没做什么大贡献呀，突然就让我升任太上长老了。之前若不是你以一己之力对抗水云宗，恐怕现在我们已经成为……宗主，是您运筹帷幄，云水宗的那些把戏，你早就看破了。即使没有我，想必宗主也能反败为胜。哼，运筹帷幄个屁呀！我根本就没有想那么深，完全是你们自己脑补的好不好？总之呢，以后你安心做太上长老，收徒的事情就不要做了，专心经营宗门就行。老娘惹不起你，把你供起来还不行吗？要不然你一会儿一个天才弟子的，再这么下去，长青宗真要成圣地了。不让我收徒，这不是断我飞升之路吗？
宗主，现在长青宗还没有彻底发展起来，还不是享受的时候，所以苏长老，你就听我的安排，这些天辛苦你了。宗主，宗主，仙盟大长老提名长青宗晋级圣地，邀请您跟苏长老他们火速赶往仙盟。什么？提名圣地？宗主，稳住！稳你妹呀！老娘想死！哼，一个刚刚成为一流宗门的小宗门，也配提名为圣地？老夫坚决不同意！反对的好啊，终于有明白人了。我谢谢你全家。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姑娘，如何能执掌一个圣地？说得好啊，继续火力输出，不要停，不管说的多难听，我都不会怪你的。还有长青宗的长老，就你们两个，也配当长老？尽会些哗众取宠的手段，半点真本事都没有，不过是侥幸吞并了云水宗罢了。我去，你说我就算了，怎么还说我的人？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以后还怎么做人啊？不行，我不能忍啦！你这老不死的，管得还真宽。苏北望和陈雪柔都是长青宗的人，配不配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为老不尊，指手画脚的，真是惯的你。宗主，要不您还是少说两句吧，不然我担心待会儿咱们就出不去了。怕什么？有我在，宗主您尽管说。放肆！你一个小辈居然敢骂我！你信不信？只要本圣主一句话，你们宗门这辈子都别想晋级圣地。你凭什么不让我们晋级？仙盟又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。成为圣地，得有多少优秀弟子前来投靠？老杂毛，欺人太甚！哼，就凭我太初圣地乃是人族第一圣地，只要我太初圣地不同意，就没人敢让你们晋级。仅仅是惹怒你，宗门就不能晋级啦？那我要是诋毁诬陷你，是不是宗门还能够降级，甚至解散？圣主说的不错，宋宗主年纪轻轻，修为尚浅，难当大任。哼，当面辱骂圣地圣主的混账东西！如果能成为圣地之主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笑话我仙盟？我凭什么不能说你？人模狗样的东西，表面看着光彩，私底下却是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半个月前，人皇剑无故失踪的事情，就是你干的。宗主还是一如既往的眼光毒辣，人皇圣剑丢失的事，到现在仙盟都没查出来，没想到竟然被宗主一眼看穿。我实在是太聪明了，居然能想到这个办法。仙王之位，我要来了！你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本圣主乃是第一圣地之主，身份何等的尊贵，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？盗窃人皇圣剑这件事，我做得非常绝密，他是怎么得知的？简直可笑！人皇圣剑被盗那日，太初圣主正在仙盟与我等商议大事，在场不少长老都可以作证。如此诬陷太初圣主，你可知这是重罪？诸位长老千万别生气，我们宗主最近偶感风寒，现在脑子有点糊涂，他说的话你们千万别在意啊。我看他是得了失心疯，满嘴乱咬人。就算你知道这件事情，又能如何？在场的谁能够相信你？这种宗主也配成为圣地之主？大长老究竟是怎么想的？我看就应该直接解散了长青宗。有如此宗主，宗门的风气竟然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哼，就算你们解散了长青宗，我还是要说，太初圣主不仅盗窃人皇圣剑，还私下与妖族勾结。没有人皇剑，人族难以阻挡妖族。等到人妖两族两败俱伤，太初圣地再一统人妖两族，到时候一切都完了。哇哦，我真是太厉害了，居然能编出如此完善的故事。再这样诬陷下去，我就不信太初圣主会放过长青宗。宗主说的句句在理，合乎逻辑，难怪想解散长青宗，原来是憋着坏屁。老杂毛，等有了确凿证据，我第一个宰了你！你信口雌黄，诬陷我太初圣地，简直欺人太甚！
这不可能，他怎会知道我的计划？难不成有人泄了密？大胆！你如此污蔑太初圣主，仙盟要治你个死罪！太初圣主率领数万弟子与妖族厮杀千年，如此丰功伟绩，是我整个仙盟的骄傲。你个黄毛丫头，竟然给他泼脏水，老夫饶不了你！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是谁泄露我的计划？难不成是妖族的人？没道理呀！你刚才不是很能说吗？现在怎么被我们宗主怼得一言不发？你不想让长青宗成为圣地，恐怕也是为了你的妖族大计吧？到底真的假的？你怎么一个敢说，一个真敢信啊？你这第一圣地之主也太废物了吧！我都这么说你了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看来我得再加一把火。其实太初圣人自己就是邪族，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挑起人妖之间的大战。我都说的这么假了，你们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处罚我，解散我的宗门啊！我是邪族的事情，他都知道。老夫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就因为太初圣主阻拦你的宗门成为圣地，你就如此诬陷他，其心可诛。心胸如此狭隘，根本不配为一宗之主。诸位，我提议罢免他宗主之位，送他去妖族战场好好历练历练。你不帮忙也就算了，咋还添乱呢？太初圣地可是第一圣地，咱们怎么得罪得起？万一宗主所说属实呢？我相信宗主，他绝对不会做没有准备的事情。难不成宗主真的知道些什么？这是必然。你忘了咱们宗主的识人之术？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再这样下去，长青宗解散定了。啊，不愧是小傻子，说什么信什么。等我飞升仙王，就封你做仙人。若是尔等今日不处置太初圣地，我长青宗必将追究到底。苏长老所言极是，不愧是小苏，真给力啊！区一个长青宗也敢大言不惭，妄谈什么追究到底，简直笑话！哼，要是没有仙盟的支持，你们长青宗用不了多久就会解散。哼，动动嘴皮子谁不会啊？有本事你们现在就解散了我们长青宗！我还从来没有听到有人提这种要求。那好，今天就满足你。诸位举手表决，同意长青宗解散的举手。宗门衰败值正在不断上升，97%、98%、99%。太好了，终于能成仙王了！宗主，您放心，我不用劝了，我意已决。您误会了，我完全相信你。宗主，无需让他们决定长青宗是否解散，我们从今以后退出仙盟。狗屁仙盟，谁稀罕待呀？等我飞升之后，第一个就把你们灭了。宗门衰败值正在不断下降，99%、98%、97%。不是，你真的信了？当初您不是也相信一个喂猪的能成为首席长老？就算整个仙盟都不相信你，我依然相信你。今日若是仙盟不处置太初圣主，我长青宗退出仙盟。谁要你相信啊？老娘的仙王之位啊！你真该死，坏老娘好事！太嚣张了，居然敢威胁仙盟！我提议直接拿下他们，然后带着仙盟之令前往长青宗强行解散。太好了，我等的就是现在，快点行动啊你们！侮辱圣主，分裂人族，宋秋月当就地诛杀。不仅如此，长青宗所有人都要连坐。就地诛杀，是不是有点太过火了？拜托，我只是想败坏宗门而已，不是真的想找死呀！当猪，笑话！
今日有我苏北望在此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家宗主一分一毫！到底咱俩谁更颠呀？你是剑仙没错，但只不过是合体境，人家太初圣主可是斗劫巅峰修为，你居然还这么硬气！就凭你一个小小的合体修士，也敢拦我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那就试试。竟然是渡劫境的剑修，20岁的渡劫剑仙，你竟然能有如此实力？不是大哥，你什么时候突破渡劫境了？渡劫境的剑修啊，我若是全力出手的话，怕我会暴露身份，不如让仙盟这群老家伙替我当炮灰。诸位不要怕，对方也就一个渡劫境，只要我等一同出手，他们必死无疑。呀！就算我不是你们所有人的对手，但至少可以斩杀你们一半的人。哪个不怕死？可以先来试试。原来宗主早就知道苏长老突破了，怪不得敢硬刚整个仙盟，害得我白白担心。我知道个大了，不过还好这次有你啊，小北王，要不然这次我得把自己坑死。宗主放心，今日有我在，谁都不敢动你。放心放心，不过你这家伙境界怎么提升这么快？狗贼苏北望，你嘴里到底有没有一句实话？诸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若是今天放走了他们，我仙盟颜面何存？还怎么统领人族？你行你上啊，说的倒是轻巧。我都一把老骨头了，还想过几天安稳日子呢。宗主，我等先行离开吧，等到大长老回来，一定会还我等清白。对呀，到时候查清我诬陷他们，仙盟制裁长青宗，宗门一样要解散，我就能成仙王了。就这样让他们离开了，我等还要不要面子？圣主息怒，刚才的情况你也看到了，那个苏北望他不好惹啊。没必要拼得你死我活，我们可以想个两全其美之计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宋宗主他们呢？大长老，你回来的正好。那个宋宗主和苏长老非说太初圣主是邪族之人，偷了人皇圣剑。他们还诬陷太初圣地，准备引导人妖两族大战，想要掌控人妖两族。居然还有这种事情！哼，大长老，你说怎么办吧？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过去了。的确如此，既然宋宗主和我师尊都提到了此事，那我确实要好好的查一下太初圣地。我太初圣地与妖族争斗多年，为了神族不知道付出多少，如今就因为他们的一面之词，你竟然怀疑我？若是心里没鬼，又何须怕我调查？这明明是在辱我太初圣地，难不成你要逼我太初圣地也退出仙盟？大长老明鉴呀！如此明显的谎言，何须查验？应该先考虑怎样处置长青宗才对。长青宗等人绝对包藏祸心，居然想要在这个时候分裂我仙盟，绝无可能。我清楚宋宗主的为人，他做事从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哼，我看大长老就是故意包庇他们。谁不知道你能恢复渡劫修为，是受了长青宗的恩惠。大长老此番做法确实有失偏颇。依我看，不如先把大长老给罢免了。不敢让我调查，还挑拨离间，你果然有问题。已经有人开始相信这些事情了，不行，一定要尽快毁了长青宗，不能让更多人知道真相。各位，长青宗仗着有仙盟大长老做靠山，妖言惑众，若放任他强大起来，仙盟还有明天吗？你们哪一家宗门能挡住苏北望的长剑？那个苏北望睚眦必报，今日若不将他彻底铲除，将来必定是个祸患。长青宗实在是太嚣张了，我等又得罪了他们，如今之计，我们必须合力围剿长青宗，让他们彻底消失才行。人族永远是这样的愚蠢，只需要轻轻一挑拨，就会发生内讧。你说什么？大长老不仅被罢免，还被软禁了？这可是我父亲亲口告诉我的，比真奸还真。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看来仙盟已经被太初圣主掌控了，肯定是因为帮我们说话，才会落到如此境地。哼，不过这对我来说可不是坏事。现在宗门的弟子
肯定都在埋怨我诬陷太初圣主，都准备离开了吧？衰败值怎么一直没有增长呢？宗主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愿意率全宗上下死战到底。宗主放心，我等是与宗门共存亡，愿意为宗门战斗到最后一刻，绝不让太初圣主得手。宗主放心，我可是天前圣子，只要我还在长青宗，我爹绝不可能对长青宗坐视不理的。太初圣主那个狗贼，经常和我爹过不去，只要我这波帮了长青宗，那以后宋秋月不得天天念我的好。一石二鸟之计，绝了！长青宗的弟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忠心了？宗主，我们都知道了，您不顾个人安危，揭露太初圣主的阴谋，为的乃是整个人族，我们都愿意为人族出一份力。我怎么招了一群傻子啊！这么明显的谎言都能相信，你们要是都战死了，我就算成了仙王，心里也过意不去啊！不行，太初圣地势力庞大，不是咱们一个宗门就能抵抗的。我决定解散宗门，绝不能留你们在这里白白送死。宗主，我们不怕，为了整个人族，牺牲我们这点人又算得了什么？我也不怕，反正我老爹最后肯定会来救咱们的，大不了我被他揍一顿就好了。宗主，就算死，我也要跟你死在一起，绝对不会走的。宗主，您放心，只要他们敢来，我就有把握让他们元气大伤。你们就算都死在这里，又能有什么用？大家只有分开，才有机会揭露太初圣主的阴谋。我真服了，你们就乖乖的等我突破仙王好不好？到时候本宗主带你们一起去仙界。可是我们都走了，你怎么办？难不成你要自己面对他们吗？不如让我留下，以我的修为，能混你一二。都别争了，我是宗主，听我的。现在长青宗解散，剩下的事情由我一人来承担。宗门衰败值正在上升，97%、98%、99%。太好了，只要我突破仙王，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。宋秋月太愚蠢了，退出仙盟负隅顽抗，等到我把你们全部剿灭，鸡犬不留，就没人知道我秘密了。今日长青宗必灭！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宗门的其他人都躲到哪里去了？如今长青宗已经解散，任何罪责都加诸我身，由我一人承担，与他人无关。开什么玩笑？你自己如何承担？仙盟已经决定了要剿灭长青宗，不管他们逃到哪里，都没用的。可恶！我的秘密岂不是要被他的那些门人传播出去？宋秋月，这就是你的心计吗？不错，你们长青宗一个人都不能跑，必须把你们连根拔起。事情是我一个人做的，跟旁人无关。笑话！宋秋月，当时在仙盟，你不是挺嚣张的吗？切，老不死的，有什么好生气的？等衰败值达到100%，老娘把你们都给拍死，让你们哭都没地方哭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先把他给拿下，其他人慢慢寻找，一定不能漏过任何一个人。不是，等会儿。宗门衰败值正在下降，99%、98%、97%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明明已经解散了宗门，怎么还是没到100%？难不成又是苏北望那个狗贼做了什么？难道长青宗就这样完了？我早就说了，不用怕他们，直接跟他们拼了。反正我老爹肯定会来救咱们的。我等愿意为宗主奋战到最后。但是宗主说的对，除了牺牲，我们根本做不了什么。我发誓一定要变成强者，这样才能保护宗门，保护大家，保护我要守护的一切。师尊，徒儿回来了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师尊，关于宗门的事情我都已经听说了，老祖愿意相信宗主，天剑圣地也愿意跟长青宗共进退。
老夫相信徒儿的判断，更相信宋宗主的为人。我天剑圣地愿助长青宗一臂之力。太好了！这么说的话，宗主是不是就有救了？咱们宗门是不是就不用解散了？多谢前辈相助，天剑圣地的大恩大德，苏某没齿难忘。苏长老不必客气，当初要不是长青宗大度，我天剑圣地哪能找来这么合适的传人呢？老爹，您终于赶到了，您都不知道那帮家伙欺负我们宗门。臭小子，你先一边待着去。苏长老，我家这不成器的儿子，多亏了您和贵宗的教导，才被调教好。就冲这份恩情，我天前圣地也愿意支持宋宗主。前辈说笑了，是贵公子悟性好，我不过是点拨一二罢了。你们还修复了他的体质，我天前圣地愿跟长青宗共进退。没想到药王圣地的老神也来了，这老家伙可有年头没有露过面了。早就听闻长青宗人才辈出，苏长老，只要你愿意让李晶晶来我药王圣地，老夫也愿意相助长青宗。诸位千万不要误会，老夫可不是趁火打劫，只是想让李晶晶日后继承我的药王圣地，仅此而已。多谢前辈赏识，就算前辈不提，我也有一把晶晶送到药王圣地培养。如此甚好，老夫一生的炼药绝学也不至于失传，我药王圣地也愿跟长青宗共进退。我等都是大长老一脉的人，如今大长老被软禁，我等特来此地与长青宗共进退。德高望重，民心所向，这才是您真正的布局吗？宗主，在下佩服。出发仙盟总部，救下宗主和大长老。宗门衰败值已下降至1%。宗门衰败值怎么一下子少了这么多？苏北望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这次真的要被你害死了。其实我之前都是开玩笑，要不您大人有大量，就把我给放了吧。啊，要怪就怪苏北望。哼，别给我耍花样，好好交代那些事情，到底是谁告诉你的？啊？告诉什么事情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快点说，到底是谁告诉你我是邪族之人的？老天奶，我不过是随口编的一个故事，谁能想到你还真的是邪族啊！圣主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，长青宗的人攻过来了！哈哈哈，你们居然送上门了，本圣主要将你们一网打尽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就不该为了成就仙王去得罪太初圣主，这下要把所有人都给害死了。不要啊！我求求你放了他们吧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你杀我，不要伤害他们。现在求饶晚了，我会让你看着他们一个个被我杀死。你敢杀了他们，你会后悔的。你要是把他们全部都杀死，我就会晋升仙王。你们邪族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哈哈哈！莫不是被吓傻了？现在就杀光他们，看看你会不会晋级仙王。完蛋了，我真的害死了大家。宗主，我们来晚了。你来干什么？快走啊！宗主别担心，现在4大圣地除了他们太初圣地都站在我们这边。没错，现在该害怕的是他们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一流宗门，他们凭什么帮你们？对啊，3大圣地怎么可能会帮咱们呢？哈哈哈哈！自然是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太初圣主危害人族，自然是人人讨治。这家伙居然真的是邪族，幸好宋宗主点破了他，要不然我人族危矣。
确实，没想到这家伙伪装在我等身边这么多年，我们居然没有丝毫的察觉。怎会如此？我邪族万年来的布局，居然被一个小丫头破解了！我不甘心！该死的宋秋月，这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？啊，我吗？我怎么了？宗主高明，想必从我进入长青宗后，您就已经开始为了今天而布局吧？什么？又是我？宋宗主先是收下苏北望，然后收下陆清等人，以陆清结交我天剑圣地，宽厚对待天前圣子，又有丹圣弟子，3大圣地皆是欠你人情。然后吞并云水宗，直接进阶一流宗门，依靠大长老问鼎圣地，在此刻揭露太初圣地，一环扣着一环，实在是太精妙了。不是，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？我怎么一个字都听不懂？真是英雄出少年，若非是你揭露太初圣主的阴谋，我等恐怕都难逃太初圣主的魔爪。是啊，宗主，您简直就是我们的救世主，您救了我们整个人族。他们说的这些都是我干的吗？可我只是想衰败宗门啊！不如我等尊宋宗主为仙盟盟主，作为人族的领袖，如何？啥？让我做仙盟盟主，而且还是人族领袖？天前圣地没有意见，我等愿尊宋宗主为仙盟盟主，人族领袖。妖王圣地也没有意见，愿尊宋宗主为仙盟盟主，人族领袖。当什么仙盟盟主？我只是想让宗门衰败，成为仙王。诸位真是抬举我了，我还这么年轻，根本没有那个资历当仙盟盟主，还是另选他人吧。面对如此诱惑，依旧不为所动。宋宗主，唯有您这等人物才配做咱们人族的领袖呀！宗门晋升圣地之后，衰败难度提高，奖励提高，只要衰败完成，宿主将会直接晋升远古神奇。远古神奇？好家伙，这诱惑我是拒绝不了一点儿。我在长青宗当宗主是为弟子服务，当仙盟盟主是为了人族服务。既然大家执意如此，那我就答应了。宗主，好消息！李晶晶已经确认成为药王圣地继承人，陆清确定成为天剑圣地继承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今的4大圣地全都要变成咱们自己的人了？没错，只是您这修为还是元婴期，咱们大部分弟子都已经超过您了。都怪苏北望那个狗贼，要不是他的话，老娘现在早就是仙王，不，远古神奇了。苏长老现在已经成为渡劫巅峰的剑仙，又收了数十名弟子，都是天才中的天才。现在宗门如此蒸蒸日上，我该怎样才能败光呢？禀告盟主，妖族使者到来，想要见您。来得好，宣战，宣战！我说的是宣进来，宣进来。人族向来怯懦，如今我们来索要一州之地，他们不敢不给。对，如今太初圣地被灭，他们恐怕更加不敢拒绝我们。没错，今日割1州，明日割2州，到时候人族必死无疑。吾代表我族前来，为的是索要1州之地。什么？妖族欺我太甚！宣战！可我还没说完。宣战！可宣战！迎战！